大家好，我是曹伟东。近期这个俄罗斯呢，它有4架飞机在自己的境内相继的坠落，而且在一天之内那么发生这样的事情之后呢，这种概率应该说，如果不是在战场上，在自己的境内，在安全的环境里边，这种概率是非常非常之低的。所以呢，就引起了就是各种的猜疑，一种是飞机故障自己摔下来了，还有一种呢就是被自己的防空部队打下来了，还有一种呢就是被对手或者是敌人给打下来了。我们先分析这3种大的可能性首先呢，就是飞机在自己的境内同一天4架飞机相继的坠毁，那这种概率是非常低的。一般如果发生飞行事故之后呢，它会马上叫停就是相关的飞机的训练或者是执行相关的任务，它要检查是出了什么样的问题这种概率非常低。第二个呢，就是在自己的境内被自己的防空导弹或者防空火炮打下来，那这种概率呢也比较低，因为4架飞机相继被自己的火炮打下来，闹乌龙事件，这种概率也极低。那最大的可能是被对手打下来的。那对手打下来怎么能把这个就是飞机就在俄罗斯境内的飞机给打下来呢？就是对方的是空导弹还是对方的地对空导弹打下来的？因为现在目前看到的呢，不是对方的飞机进入了俄罗斯的领空，然后进行了空中交战，然后把飞机打下来，不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呢这种概率相对的说要比自己打下来或者是这个自己的飞机故障概率要大。那我们就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这件事情呢，不要孤立的去讲这一天有4架飞机坠毁很离奇，因为你要看到在此之前可是发生了就是5·9阅兵的时候在这个之前的时候，为了阻止5·9阅兵，所以呢莫斯科的这个上空有无人机的入侵，然后呢被打下来了。这是一个事件，就是无人机入境到自己的这个心脏地区就飞到了克里姆林宫的上空，这是一件事，要跟这个就是俄罗斯的防空联系起来。其次就是在比较早的时候俄罗斯的巡洋舰可是被导弹给击伤，然后最后在拖拽的过程中就是沉没了。那我们看现在对手是在千方百计找你的弱点，找你的软肋，那么已经打到了你的境内。这说明什么？就是用一种就是主要是防御，而现在呢就是采取了主动的进攻，因为进攻是防御的最好的手段。那现在我们看它的这种对莫斯科上空克里姆林宫的无人机的干扰，还有呢就是这次俄罗斯的4架飞机相继在自己的领空内或者是说在自己的地盘内坠毁，那就给俄罗斯造成了巨大的混乱。这个是对手要达到的目的，并不是真正要把这4架飞机怎么样。那既然我们看到了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和一些引出的相继的影响，那后边其实结合乌克兰的大反攻，那它还有相同的或者类似的手段要实施。那我看俄罗斯它现在在就是检查或者是查找这4架飞机坠毁的原因的过程中，还应该同时主动的去搜寻或者查找对方或者是潜在的对手再给自己哪些方面还要施行这种就是打击，或者是这种在自己境内的这种破坏这个是俄罗斯当前呢我看要急于查找的事情，而并不在于对这件就是事情的本身4架飞机的坠毁好像集中过多的精力，因为这只是其中的一环你要结合到前面的和现在的，你应该看到后边还有潜在的新的这种冲突。所以我们讲现在对俄罗斯而言应该是亡羊补牢的时候。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